什么？日本说他们的高铁头等舱是全球最好的，那估计是因为他没有见过中国高铁的头等舱是长啥样。本期视频咱们就来对比一下日本高铁的头等舱与中国高铁的头等舱差距到底有多大。那咱们就先从日本的高铁头等舱开始介绍。视频开始前先声明，此次体验只是个人在日本出差时的出行记录，若有偏颇请诸位尽情鞭策。本次旅程是从东京前往金泽，行程大概350公里，需要行驶4个小时左右。咱们乘坐的是一列行驶在新干线上的白鹰号高铁列车，该列车的车首采用了子弹头设计，配上一对凌厉的车灯，让列车看起来激进流畅。蓝白相间的车身涂装为列车增添了吸睛的色彩。简单介绍完本次行程的一些情况后，咱们在网上预订了一张头等舱的车票。过闸口的时候，只需刷一下手机便可进入车站，然后径直地向前走，来到售票点取出咱们的车票。这张车票花了29220日元，折合人民币1716块钱。这他喵的是我买过最贵的火车票了。车票买好后，咱们前去候车，凭这一张头等舱车票可以使用贵宾休息室。走，先去体验一下日本的高铁贵宾服务。一进到贵宾休息室，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很安静，像是进入到了法式咖啡厅一般。咱们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漂亮的小姐姐马上就送来了一条热毛巾，并递来了菜单。我随便点了一杯柠檬茶和小甜品，这些服务都是包含在车票里的，所以不用花钱。休息了半个小时后，也差不多到登车时间了。咱们刷车票，过闸机，乘坐手扶电梯前往月台等车。来到月台后，刚好看到一列高铁呼啸而过，大概等了3-4分钟，白鹰号列车准时到站。看白鹰号的造型，应该是对标咱们国内的复兴号。白鹰号列车停稳后，车门缓缓打开，车上的乘客下完后，登车的旅客还需要再等几分钟才能上车，因为车站的保洁员需要上去对列车进行打扫卫生。不一会儿，保洁员完成了清洁工作，离开了车站。列车的车门再次打开，车内的美女乘务员对乘客鞠躬表示欢迎。推开舱门，映入眼帘的是2排整齐的头等舱座位，座椅布局采用了2+1的形式。我仔细数了一下，一共有18个头等舱座椅，座位之间布置的比较密集，地板上还铺了一层酒红色的地毯，整体看上去还不错，但也没有很惊艳。回到车厢前面，找到咱们的座位，我的座位是在第1排靠近走道的位置。头等舱的座位采用的是真皮座椅，看着还挺高级的。座椅头枕的旁边有一个小触角，不知道是用来干嘛的，等会儿再仔细研究一下。座椅的头枕可以进行上下调节，在座椅的上方有一个类似飞机上的储物格，纵深很宽，座椅边上还有一些折叠挂钩。此时窗外的景物开始向后倒退，列车缓缓向前行驶。列车前进了一段时间后，漂亮的乘务员给咱们送来了湿巾以及一份菜单，询问我晚餐想吃点什么。点完餐后，我好奇地研究起了头等舱的座椅。椅子左边的扶手有一块折叠小桌板，应该是用来放喝的。在小桌板的下方还有一张桌子，将桌子拉出来时，像是从刀鞘中拔出了一把大刀。随后再将桌子横放在座椅上，在翻开折叠桌板后，就得到了一张更大的桌子。刚打开桌子不久，漂亮的乘务员就为我端来了晚餐。这些都是包含在头等舱服务里面的，所以也不用再额外花钱购买。那接下来让咱们看看日本高铁头等舱的列车餐是长啥样的吧。用餐前用湿巾擦干净双手，然后拿掉餐盒上的橡皮圈，再打开餐盒的盖子，里面整得还挺精致，有一块三文鱼、虾肉、蔬菜等食物。让咱们来尝尝味道咋样。还不错，味道比较清淡，不过就是分量有点少，几筷子下去就吃完了，都不够我塞牙缝的。旁边还有一些餐后甜点，这个绿色盒子里装的是艾草蛋糕，吃起来有一股淡淡的艾草味，还挺好吃的。一会儿找乘务员多要几个。吃完艾草蛋糕，我发现还有一包小零食，封面上写着七彩坚果。撕开塑料袋，看看里面都有些啥玩意儿。你还别说，里面的东西还挺多，有一些腰果、杏仁、芝麻球啥的。小零食也挺好吃，一会儿也再多要一些。吃饱喝足，让咱们看看日本高铁头等舱的座椅都有些什么功能。座椅右边的扶手有一个控制面板，可以对座椅进行调节，比如可以提升腿托，或将座椅调整到半躺状态。扶手的下方还有一个充电插口，头枕边上的小触角我也知道是干嘛用了，原来是一盏阅读灯，亮度还挺亮的。在座椅的前方的收纳袋里装着一本杂志以及一个红色袋子，袋子里面是一双一次性拖鞋，这双拖鞋的质量要比酒店的好很多，就是这鞋子的码数也太小了吧。我42码的脚只穿进去了半截。除了这些硬件设施外，
列车也覆盖了无线网络，速度能达到10兆每秒。坐了1个多小时的车，现在有点想上厕所了。走，顺便去看一下日本高铁头等舱上的厕所长啥样。列车过道上的门都是采用触摸式的，一摸就自动打开了。厕所在2节车厢之间。来到如厕区，厕所的门需要像按电梯一样才能打开。进到厕所里面，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干净整洁，也没啥异味。其次是马桶周围安装有方便残疾人如厕的扶手架，还有一张让宝妈给小宝宝换尿不湿的小床。日本高铁的厕所充满了人性化的设计，这点给予好评。上完厕所，来到洗手池，水龙头以及洗手液都是感应开关，避免了2次污染。洗完手后，咱们回到了座位上，还有1个多小时才能到站，要不咱们来点喝的吧，反正也是免费的。于是我点了一瓶2022年的香槟，在座位上小酌了起来，看着窗外的风景，惬意悠然。经过3个小时的旅程，咱们到达了金泽站。本次日本高铁头等舱体验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咱们看看中国高铁的头等舱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咱们选择的对比车站是首都北京高铁站，路线是从北京到承德，全程185公里，大概需要行驶1个小时54分。咱们同样是先在网上预订一张商务票，然后再到售票处取票，票价是277块钱。对比东京到金泽的公里数，虽然少了100多公里，但车票价格也少了好几倍。在性价比这方面，中国高铁直接碾压日本高铁。还有咱们这人丁兴旺的气息，更是日本想都不敢想的吧。当然，国内的头等舱同样也有贵宾休息区，咱们只需要找到服务台的漂亮小姐姐，将车票给她过目，小姐姐便会带咱们来到商务座候车区，进到 VIP 休息区里面，给人一种大气典雅的感觉，环境也是舒适安逸。随处点缀的绿植增添了生机活力，咱们随便找了个座位坐下。北京高铁站的商务休息区同样提供免费的零食以及饮料。休息半个小时后，准备开始检票上车了。经过闸口，咱们直接就来到了月台。复兴号列车已经提前到达，不用乘客等待列车到站。这列复兴号的车身涂装有一条红色的巨龙，人们管这叫龙凤呈祥，寓意着美好幸福。红黑配色的涂装一直延伸到了车头，让这列复兴号看起来威武霸气。这趟列车是由2列8节编组的列车连挂运营，总长度达到了16节，车头后面便是头等舱了。此刻我迫不及待地想进去一探究竟。来到车厢门口，同样有乘务员表示欢迎。穿过走道，咱们来到了头等舱车厢内部，里面共有6个座位，每个座位都采用了独立包裹式设计，安全感和保护个人隐私方面直接拉满。来到咱们的座位上，真皮座椅、大红喜庆的地毯以及随处可见的桃木装饰，尽显豪华气质。而且这里面空间也是非常阔绰，目测能有3-4个平方。坐下来后，面前就是一块27英寸的高清大电视，可以用手触摸进行控制，里面有海量的电影电视剧，而且还支持手机投屏，科技感十足。再看到这边，桌子上摆着一些为乘客准备的小零食以及一瓶矿泉水，桌面上竟然还配有无线充电装置。用我的手机试一下效果，手机放上去后立马就显示开始充电了，但充电的速度有点慢，还有就是不能边充电边玩手机。不过没关系，因为旁边还有一个220伏插座，随便你怎么充电。无线充电装置旁边的小圆孔是一个水杯凹槽，也都是用红金色的布料做出醒目的标识，中国风十足。座椅旁边是一盏阅读灯，在阅读灯的下方有一个储物格，里面有一个一次性眼罩、拖鞋、湿纸巾、请勿打扰告示牌等用品。在这个位置还藏着一面镜子，打开就可以看到一个英俊的少年。收回镜子，座位舱边上有一道小门，舱门一关，座位就变成了一个完全独立的空间。你在这里面做什么？别人都看不见，安全感满满。窗口这边每个位置上都有一扇大窗户，窗帘的质感也很高级。咱们再来看一下头等舱座椅的功能。在座椅扶手的右侧有一个控制面板，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调整座椅角度。在控制面板的最下方有3个一键变形按钮，你可以选择直坐、半躺或者躺平模式，切换到你觉得最舒服的坐姿。在扶手的下方还暗藏有玄机，这里藏着一张折叠小桌子，拉出来后再翻开，左边的扶手会自动伸出，拖住小桌板。此时刚好让咱们来看看零食包里面有些什么好吃的。打开封口，里面有一个蛋黄派、1包杏仁干果，还有北京特产小麻花，还没拿完呢，还有好几包小零食，足够咱们打牙祭了。正常情况下，到了饭点也会提供免费的列车餐，但由于咱们订的车票没赶上饭点，
所以在列车3方面就做不了对比了。除此之外，像什么无线网络之类的软件设备也都具备，头等舱座位探索的差不多了。最后，咱们再去看一下复兴号高铁的如厕区，整体干净整洁，功能比较简单。对比日本白鹰号的厕所，少了一些人性化的设计。经过1个多小时的旅途，咱们也到达了承德站。对比之下，中国高铁的头等舱与日本高铁的头等舱，你觉得哪个更高级呢？